在一友入住这间房间的第9天，一友已经总结出了很多我的经验，给大家做一个开箱视频。跟普通的那些开箱视频有很大的区别的原因是在于，我已经很习惯的使用了这里，对很多的功能已经有了解，好用不好用 ，trick 在哪里，容易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是怎么样来解决的。只有住到第9天，我觉得我才有资格讲这样的话。在今天的内容开始之前，一友想花不到1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一友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的服务。如果对于行程和邮轮的选择、价格了、季节了、风险呢，还有哪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还是一头雾水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与一友预约一次1对1的咨询时间。我将根据您的需求和您家人的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邮轮旅行建议，让你的旅程更加顺利和愉快之余，不花冤枉钱，不浪费冤枉时间。一友没有任何的邮轮船票销售压力，所以曾经看破不说破的那些重要信息，都将倾囊相授。写 email 给我就是那么的简单，聘请一友成为你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你的旅行路上不迷路。今天整个上午都在参加各种健身的课程，然后心里面想好呢，到了今天我应该要给大家录一集关于我这个房间Virgin Voyagers 的客房的一个开箱视频。通常开箱视频很多别的博主都是会在上传的第1天，然后去来一进门这里是什么，这里是什么。Virgin Voyager 对于我来说是个比较陌生的环境，我必须是用惯了总结出我的经验然后做出比较之后才来给大家录这个开箱视频。那刚刚已经给大家看了又从楼上走下楼梯，然后给大家看了是怎么样进入房间，一镜到底来给大家说清楚。好，我们从哪里开始呢？从门口开始吧，好不好？大家刚刚已经都看到了是吧？我在进入房间的时候，房间是暗的，房间的窗帘是关上的。进入房间之后，自动这个窗帘就会徐徐打开，让我看到外面的海景，这个自动一体化包围的现代的感觉。 OK，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跟别的邮轮公司很大的不一样别的邮轮公司这边已经开始做柜子了当然 Virgin Voyager 也是有柜子底只是这边它用的都是帘子。好，再看看这个，来当然了它也是有手动可以开关的这个是个很好玩的东西。上面的这一个呢，就是当你决定不想让任何人来打扰你的时候，就要摁这个。好可爱。当你的酒打翻了，需要他们立即来整理的时候呢，摁的是这一个。在你第1天入住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你的客房服务生，你从来没有搭过 Virgin Voyager， 他会带着你 guide 你，然后一个个部位来给你介绍的。Yeah, welcome to the Virgin shop. Here. So only in case of real emergency. Okay. But if you are on Do Not Disturb, the doorbell will not work, so nobody can disturb you. 好，那这边看到没有？这是个门铃。好，在室内你会听到门铃响声，但你看如果我们选择的是我不想被打扰，外面那个门铃是摁不响的。我早上去吃早餐，我预计我大概会有个1-2个小时的时间的时候，在外面不在房间里的时候，那我就会摁下底下那一个。从他们的 Working 的 App 上会看到，这个房间我已经摁了打扫的铃，他们会马上来打扫，速度非常的快。好，因为这次带上邮轮的鞋都在这边的 Virgin Voyager 呢，避免不了了。有的红裙子回头给大家看上什么样子。好，现在先不告诉你OK， 然后这边有一个标准的柜子，上面是救生衣啦，那这边还有一个穿衣镜镜子好多，然后保险柜当然自己爱怎么放怎么放。我的眼镜这边有4个抽屉底下有没有用？好在这一个布帘子的下面是会有2个这样的框，那又是拿来装我的脏衣服。那等一下，今天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把我的脏衣服要送洗，这是一项会员服务。回头又会把这项会员服务跟大家仔细的介绍一下。Virgin Voyager 还欠考虑的部分因为像这么自由、这么现代、这么随性的一家邮轮，
它应该有个 self laundry 才对啊，对不对？那它没有，它是按件来收费的，正常的情况下。边讲完了啊，这边要讲一下啊，这个温控相当的好用，上下大家都懂的。好，那这是洗手间，洗手间不大哈，这边的设计跟别的邮轮也差不多，你可以挂你自己的东西，那毛巾，马桶，这底下还有一个隐藏的放东西的地方，然后桌上呢就会有那个擦手巾和大毛巾。那这边也跟别的大部分的邮轮公司是一样的规定，就是说你如果是想要他帮你更换毛巾的话，你要把毛巾放在地上。跟别的邮轮公司不一样，它的洗手液是单独有一个品牌的洗手液来给你使用的，跟公共的洗手间啊，跟就是整条船都是用一模一样的洗手液。这个洗手液相当好闻，而且感觉很高级。这个不太一样，我也会用它来洗内衣内裤。好，等一下说到洗衣服的问题啊。好，那在这一个洗手间里面啊，EO已经找了8圈了，有一样东西是没有的，就是电插座，它是没有电插座的。但是是不是 Virgin Voyage 所有的房间都没有电插座呢？不对，我采访了一下那个像那个 Rockstar 高级的房间，他们是房间里面洗手间是有电插座的，但是这边就没有了，那个充电牙刷就要找别的地方去充了啊。好，这边就又放一下牙膏啊，放一下可能会渗水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是蛮不错的。好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淋浴房啊。它的淋浴方式，一个是顶上的 shower 花洒，哇，像下雨一样的，对吧？一般的话就是比较高级的酒店才会有这样的设备然后比较高级的，甚至是5星半以上6星级的邮轮，有些5星半你要订到套房才有这样的淋浴装置。那它顶上有一个，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可以拿在手上洗澡的 shower。好，问题来了我必须把它转一下方向哈。那它的控制呢，就是在这里控制，一边它这有个平头的，对吧？有平头的指的就是你在控制上面那个顶上的花洒。好，还有一边很明显它长的那个样子，它就是控制这一坨哈，你捏在手上的花洒。好，那顶上的这个呢非常 smooth，OK， 然后它就打开它就OK， 大家看到了没有？我第一天打开的时候，我觉得这哪里是一个花洒呀？这明明是一个高压水枪啊！我的天哪，它是个高压水枪。OK， 如果你看如果你像 EO 一样进门，你想进去洗澡，打开门，你先开的是这一个的话，而且一开就开到比较大一点点，它就会直接喷出来。所以EO第一天我的洗手间是水漫金山的，满地都是水，我里面外面都是水。后来我的经验就是我都一定要有一个浴帽，因为我不一定每天都洗头嘛，对吧？对于每天都洗头的人来说 it's fine。 很多的情况下是我不想洗头的时候，上面的水就喷下来了，然后这边的水就高压水枪就滋我了哈，弄得一塌糊涂。好，我们来看一下它配套的1、2、3这3瓶哈。现在的邮轮公司，特别是5星级的标准的邮轮公司一般的情况就1瓶有时候好一点带于2瓶，那就是把护发素和洗发水混在一起。 Virgin Voyage 我只能用2个字来说，大方。虽然我是有习惯自己带洗发水的但是我也帮大家都用过了，它的洗发水、shampoo、香波和 conditioner 就是那个护发素是好的，是好用而且比较好的品质的那一种，不是随便像那种破酒店里面应付你的那一种，所以他们的出手是真的是大方的。在第一天呢，我弄的真的是整地满地都是水，已经完全流到这边了。那你只需要告诉帮你整理房间的服务生，他们没有人怪我说这个能开，那个要开大开小 no， 他们先检查的是这个封条，这个门是2边开的，它可以从这边开也可以从这边开，它中间就靠这个封条和这个门金属的这个边的摩擦力，你控制在中间它就封住了。他们先帮我检查的是这里，就是水会不会从这些地方这一圈全部帮我换了新的。
啊，的确是更好一点，因为当我人在里面开那个高压水枪的时候，喷到这个玻璃，它不太容易从边上再渗出来，的确是好了很多。好，然后再看看这个，刚刚又不是说了嘛，Virgin Voyage 是没有 self laundry， 就是没有自己投币洗衣的。那它在这里哈 ，suppose 就有一根线给大家晾衣服，我已经都试过了。内衣内裤我就觉得说应该是自己手洗吧，但是晾在这边2天都没干。它这个 shower room 是没有抽风装置的，整个洗手间的抽风装置装在这儿，而且以EO的经验，这一家的抽风比别家邮轮的设计，这个抽风要温柔很多。温柔有好处是不那么吵，不温柔的好处是它更容易潮湿。所以你要在洗手间里面晾衣服，在别的邮轮上，比如在公主邮轮啊 Royal Caribbean 啊，一晚上就干了。晾在这里面，我晾了2天是晾臭了。所以这里面哈，请大家不要晾衣服。你以为，当然它设计出来是给你晾衣服，但是因为我试过了，晾不干，会臭哈，会变质。那我试过晾在这儿，把毛巾拿走，晾在这儿，我想那个抽风在上面嘛，发现也不那么好干。哪里最好干呢？来，我告诉你们 ，See， 我在这里放了一家，放在这里是最好干的。卧室的环节，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部分。这边也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穿衣镜，因为我一个人住嘛，那我就是一个 king size 的床，这个床真心舒服，这个 king size 铺的真心好，它其实是2张床垫把它合起来，但是我丝毫感觉不到任何的是2张床垫稳偏硬一点点的，就应该是我们绝大部分的华人会喜欢的。那这个旁边呢，它是做了这么一个床头柜的设计，床的2头这边有电插座， USB 口大的和那个 USB-C 小的全部都有。那我平时睡觉之前会用的东西啊，我的护手霜啊，然后我的眼药水呀，我的那个光疗面罩啊，就都放在这个位置。这上面还有这个你可以手动开的灯，很复古。这个不受那个中央 control 控制的啊，这个是完全可以自己手动来玩的。好，我们来到这个环节。这个底下呢又有另外一个可以给你放东西的地方，但我也没放。你看啊，如果这间房间是你希望2张床是分开的，它并不会像别的邮轮公司那样是左右，像上次我跟阿婆去旅行的时候，左边一张右边一张。 No， 它不是这样设计的，它是一张竖着一张横着，大家以一个手枪型的方式来 separate 这个房间的床。我是觉得有点奇怪，2个床垫都并在一起变成个 king size 的时候那这边就空出来了。那上面呢，它会给我放就是游泳池使用的毛巾。邮轮上会发通知说，非常欢迎你在上岸去阳光海滩去海滩的时候把它带上去，但是如果你不带回来的话，他就认为你把它买下来了。这一条浴巾是25块钱美金。好，当然你如果觉得它值得被你带回去当 souvenir 的话，那你就付25块钱美金，它到时候会从你的账里面 charge。然后这里是一个 tray， 这上面就是放我要上岸的每天会用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点乱哈，不好意思。好，你看到没有？很搞笑的是，我的牙刷在这儿，一个茶几。这个茶几呢 ，usually 呢，他们整理房间的时候呢，他们会把它放在这儿。就是你可以一边躺在床上一边吃零食一边喝咖啡喝酒都无所谓。好，那这一张靠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好，我们来 move 到这个桌子的这一边啊。那大家应该不陌生了哈，所有的邮轮的墙基本上都是带磁吸功能的。穿越巴拿马运河的certificate 贴在这里这个值得骄傲，然后一路要贴着，还有重要的一些通知贴在这里。你可以自己带一些什么磁吸的小工具什么。这里看到没有？
我是必须要把我的卷发器带上邮轮的，每次都搞得偷偷摸摸，神经紧张。因为有一些邮轮是说他不愿意让你把会自己加热的带电的东西带上船，那我每一次都是抱着可能会被没收的这种心态然后把我的卷发器带到邮轮上。但是 Virgin Voyage 不单允许你带，他还给你准备好了一个防热的垫子，就是让你放这些东西的。我真是大大方方的，我每一天我都放在这里。好，那这是有化妆的东西。好，来我们看看整个房间的核心，在很多别人的视频上面都应该有看过了。那它可以控制你的房间的很多的功能，比如说我的可爱的小台灯。这个台灯我一开始觉得这个功能性貌似不强，挺好看，现在发现它这个情绪价值给的很足你比如说我要把它关掉但是我那个时候人躺在床上，对吧？好，那我就可以一摁，它就关掉了。那我也可以通过它来调整房间的温度，调整房间灯光的明暗度。我放回去的时候大家要小心，因为我头2天我发现，嘿，这玩意儿怎么用电用的这么快呢？然后怎么那么难，好像电又充不太进去。我想如果它电再充不进去的话，我可能就需要 call room service 的人来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太好用。其实是没有放正，你要放进去之后听到咔的一声，并且滋一下，它才真正充上电，非常重要的一点。Service Virgin Voyager 的船上正常整理房间是1天1次，听上去跟那些很抠的邮轮公司很像，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Virgin Voyager 2个字，大方。他帮你整理房间仅仅就是说帮你扔垃圾帮你铺床general 你正常的大邮轮整理房间。但是如果你想要比如说额外的毛巾、额外的水、额外的冰，好，还有包括等一下会用这个 laundry pickup， 对吧？好，这一些包括床这是跟床有关的之类的，好，你都是可以随时叫他们随时可以通过他们工作手上的那个 APP 随时收到你的 message， 随时它就来了。这个效率高到为什么 Virgin Voyager 还拿了一个大奖，就是关于海上邮轮 APP 的大奖对了，我刚说的这些 service 你额外把它叫过来的都是不需要额外给钱的。来，这边还有个 water service， 来我们来看看它的 water， 这也是我很喜欢的部分。这是有 special offer 的，等一下讲。那一般的情况下，你刚入住的时候它是会有一瓶水，一瓶 regular 的水，但是在 Virgin Voyager 上呢，它是 offer 2种，一种是正常的水，一种呢是 sparkling water。除了每一天在我房间我要求的是2瓶水不同的，我在入住第1天就说我还要1桶冰，我还要红酒杯。那为什么呢？来，又告诉大家一下Virgin Voyager 很大方，它允许你一个正常的船期是可以带2瓶750毫升的红酒，或者是白葡萄酒 wine， 总之是 wine。 OK， 那EO上船的时候呢，我已经带了，但已经喝完了那这个呢是我在那个餐厅 order 的。那餐厅 order 我喝不完，那肯定一顿饭喝不完的情况下，可以选择把它带回房，我也可以选择把它留在餐厅。那比如说我今天下午要一边看个 movie， 然后拿一点小零食，我一边就可以喝酒了。好，是这么一个概念。你可以要求他额外给你放 wine glasses， 那他会每一天给你放，那就省得你每一次都要去摁那个 service 然后给我拿个杯子给我拿个 sparkling water。虽然他们可以这么做，但是我觉得我也不想每天都记着一些事情嘛，对吧？我就当自己方便。那我在入住第1天的时候，我问了那个客房服务的小哥，如果我这个水喝完了，我是可以自己拿去装水吗？他说你是来度假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就在这上面摁一下这个 water， 然后我就把水给你送过来了。所以你看，虽然人家1天只有1次整理房间，但是这个服务我觉得做的就刚刚好，非常到位。窗帘呢分2层，好，一层是刚刚它会自动开的，对吧？你看，我轻轻往回一拉，他以为我想
关窗帘，它就自动完全关上了。OK， 我再把它打开。那这个部分呢，它有时候会反应有点慢，好，可能是因为我手动合上。哦，你看我拉，它又自动又过去了。好，那EO这次住的呢是8楼船中间的阳台房。之前有我的网友跟我 complain 说吵，也有网友跟我说一点都不吵。其实是不能说吵，它是能听得到声音的。一个是海声，今天早上有点浪，我就能明显的听到海浪的声音，因为我这一层是最接近的。还有大家看到没有，楼下很热闹。啊，楼下是 open 的 deck，OK， 它好处就是当你伸个手机出去拍视频的时候哈，比如像我现在这样子，不至于把手机掉在海里。到了 Virgin Voyage 最经典的部分了，就是怎么说呢？秋千躺椅啊，我应该是这么说吧，对吧？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来得及上去躺哈，因为在今天之前都非常的热。那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哈，其实它这边是有个钩子，在你不使用的时候呢，你是可以把它这样勾起来，因为如果风很大，它晃悠的时候其实是会有咯吱咯吱的声音的。那跟搭别的所有的邮轮都是一样的，当你没有必要的时候是不需要把门打开，这样的话会不环保嘛，那个比较费电。24 hours later， The laundry bag 回来了，打开看一看，每一件都折得很好，好吧？如果这一包没有特别的要求，然后把这个袋子装满呢，这一包是50块钱美金。那你看我这么多衣服，其实只装了半包，我觉得 OK 的但是你们要多带些衣服上船。对，你行李不能太空啊，你看这些只是半包，其实还能装的。那因为这一包是 free 给我的，所以没有花钱。那如果是说2个人，我觉得就像我这样是2个人的量，我觉得这一包50块钱还真的是挺划算的。